还记得最新时代的 Supra 推出时，强调驾驶乐趣，经典回归的它却被部分人嫌弃，说它是换壳的 Z4，不再是当年的 Supra。到底 Supra 有什么样的魅力，让这些忠实粉丝不承认现在的 Supra？ 今天就带你深入了解 Supra 的高光事迹。大家好，我是子阳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70、80年代，欧美地区十分流行跑车文化，有很多车企都会有属于自己旗下的性能车 ，Ford Mustang、Chevrolet Camaro、Dodge Challenger 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。这时的 Toyota 开始想要跟上正在流行的文化，见到隔壁家的Datsun出的 240Z 卖得风生水起， Toyota 便拿起纸笔向它学习。双门、直六引擎、前置后驱、溜背，还有便宜。具备这几个特点， Toyota 很快就找到适合的方案，就是将旗下的 Celica Liftback 改装当作旗舰车型推出。原本的 Celica 是直四引擎，被他们替换上了 2.0 和 2.6 升的直六引擎，加强了整车的长度和宽度。外观再做细微的变化，就诞生了第一代 Supra。但是一开始并不叫 Toyota Supra， 而是叫 Toyota Celica Double X， 意味着与Datsun旗下的 Fairlady DZ 做比较。然而，这个名字也造成 Toyota 的困扰，因为在当时，美国有了电影分级制度 ，X 分级代表着有色情、暴力等内容。为了避免产生负面的形象，所以他们就将所有出口的 Celica Double X 改名叫 Celica Supra。拥有140匹马力、流线的车身、豪华的内饰、双门四座的 GT 跑车，要价$9578，很快就在北美一炮而红。到了第二代，首次加入了涡轮增压和世界上第一台在车上的 GPS 系统，头灯组改成了当下流行的跳灯，而且 Toyota 还曾收购 Lotus 的股份，让 Lotus 调教了 Celica Supra 的悬吊，加强操控性能。为此，他们还叫 Lotus 的创始人 Colin Chapman 为 Celica Supra 打广告，加上他们还被选上 Model Trend 杂志年度最佳进口车和 Car and Driver 10大榜单中，让 Celica Supra 的名气更上一层楼。紧接着第三代，由于 Celica 将会转换成前轮驱动， Toyota 为了让车型定位更加明确，决定把 Celica Supra 给独立出来。Celica 主打4缸前驱，而独立出来的 Supra 主打6缸后驱，并且获得新时代的引擎 1JZ。 1JZ 是由 Toyota 和 Yamaha 公司共同研发的引擎，2.5 升双涡轮增压，可以爆发280匹马力，363牛米扭矩，0-100加速6秒，前后双 AB Bilstein 避震 ABS、LSD 成为了 Supra 的标配，让 Supra 的性能提高了一个档次，将它的定位渐渐从 GT 变成了纯粹的运动跑车。提起到 Supra， 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第4代，因为相比前几代，这一代可以说是最代表 Supra 的标志性。原厂324匹马力，427牛米，0-100加速只有4.6秒。放眼看来，这些数据看起来没什么，没有想象中的神。但是别忘了，它的厉害并不在于原厂，而是改装。4代 Supra 搭载的是 2JZ GTE 引擎，那是用来对抗 GTR 的 RB26 所诞生。Toyota 知道所有日本车企都有规定马力限制在280匹，所以 Toyota 的工程师们就专注在于提高 Supra 的改装上限。缸体是用铸铁打造，保证可以承受更高马力的改装，加上引擎室空间足够大，可以任意替换各种零件，简单了后期改装的难度。
改装到1000匹以上的案例比比皆是，让他在各种零式加速赛都能取得惊人的成绩。简单粗暴的形象，还获得牛魔王的称号。除了游戏和电影之外，让 Supra 一夜成名的，不得不说来自 Top Secret 改装厂的 Smoky 永田和彦。当时的他把一台 Supra 植入了 RB26 引擎，马力压榨到了750匹，目的是为了要挑战200英里的极速。于是他便邀请了日本各大媒体来见证他创下纪录。地点他选择了在英国的高速公路上，当晚他就开到了328公里每小时，创下英国有史以来公路最快纪录。很快的，他就被当地警察给逮捕了。他在英国的事迹开始被媒体杂志纷纷报道，顿时全世界对他的金色 Supra 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事后，永田和彦还搞出了 V12 的 Supra， 搭载的是 Toyota Century 的引擎，改造成双涡轮，拥有850匹马力，最后在意大利 Nardo 赛道上跑出358公里每小时的纪录。看起来天真言论的外形，却带着侵略性的内脏，夸张的尾翼，战斗机机舱的内饰，成为它经典的象征。但在2002年 ，Supra 正式停产，一代经典就此结束，大量的性能车也在这个时期渐渐消失。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推出新 Supra 的消息。2012年 ，Toyota 和 BMW 开始有合作消息出现，在签署各种条约里面，就有了联合开发跑车的字眼。自2000年开始 ，Toyota 就渐渐不推出高性能车款。然而到了丰田章男接手社长职位时，怀着跑车梦的他，就希望打造一台跑车，于是他便相中了拥有深厚研发、直列6缸引擎的 BMW。2014年 ，Toyota 在北美的底特律车展上展示出了 FT1 概念车，定位是轿跑，就让人联想到了 Supra。果不其然，2018年 Supra 重新回归跑车的道路上，重新命名为 GR Supra。与 BMW Z4 共享引擎和平台，顶规的 Supra 搭载 V58 引擎，可以爆发387匹马力、500牛米扭矩，0-100加速在4秒以内。为了让车身50:50比重，采用双门双座配置，曲轴与轮距的比例 1.55， 让它在高速稳定性和过弯灵活性中取得均衡的比例。尽管有了这些优点，但对于很多车迷来说，它不再是当年简单粗暴的 Supra， 最主要的引擎也变成了德国制造，并且还不是出自于 Toyota 下，而是交给奥地利的 Magna Steyr 代工厂生产。虽然饱受车迷的谩骂，但是 GR Supra 依旧经得起市场的考验。真正购买它的人，不仅仅是为了情怀买单，更是想要在电车泛滥的时代，体验纯跑车的驾驶乐趣。合作造车其实是对双方车企都有良好的发展，通过合作互相交流技术，省下研发的成本。尤其是要研发一款纯粹且小众的车款，更是要在成本和利润上做出考量。即使构成 Supra 的拼图少了一块，但它的实力依旧不辜负辉煌的过去。GR Supra 的到来，并不是接任以前的 Supra， 而是成为新时代的牛魔王。A Supra? Oh my God, is this Supra in the back? Dude, is this a Supra? Wow! Is that a Supra? Dude, is it a Supra? Is that a Supra? Dude, is this a freaking Supra?